战列舰曾是人类创造出的最庞大、最复杂的武器系统之一。凭借着威力巨大的舰炮、坚固厚重的钢甲，战列舰一度横行世界海洋，因此它也是海洋强国维护自己海上霸权的象征。今天就给大家盘一盘在二战时期最强的7大战列舰，看看谁才是你心中的 TOP 1。TOP 7，胡德号战列巡洋舰。在该舰启用的20年时间内，尽管出现许多更新、更现代的军舰，胡德号仍然占据世界上最大军舰的宝座。舰身全长262米，最高航速可达32节。它的主炮为4座液压动力双联炮塔，共装有8门42倍镜380毫米的舰炮。它的装甲设计能够增加装甲的相对厚度，但也会使其薄弱的甲板装甲面积增加。随着时代的发展，战列舰主炮射程也在不断增加，这对战舰水平防御力的要求则会比舷侧防御力要求更高。而胡德号作为英国皇家海军的门面，每天都忙得不可开交，根本没时间去进行现代化改造。到了2战爆发后，胡德号带着一身缺陷上了战场。在和俾斯麦号作战的时候，胡德号的水平装甲成为了其最致命的缺陷，最终被炮弹击中沉没。这艘船也成了是英国建造的最后一艘战列巡洋舰。TOP 6，德国俾斯麦号战列舰。它是一艘充满传奇色彩的战列舰，服役于1940年8月，首次出战就迎战英国胡德号战列舰和威尔士亲王号战列舰，却不想一发入魂，一枚炮弹直接引爆了胡德号的主弹药库，喷涌而起的火焰直接将胡德号炸成2截，威尔士亲王号也只能灰溜溜的逃走。这一战可谓是出道即巅峰，但随着巅峰而来的就是俾斯麦号的落寞。该舰长达241米，拥有5万吨的最大排水量和30节的最快航速。该舰战斗排水量的40%分配给了装甲，由此可见其强大的防御力。其主要武器为380毫米的舰炮。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，俾斯麦号其实在设计上是有些落伍的。不过胡德号的覆灭导致了英国皇家海军出动40多艘战斗舰艇以及大量辅助舰艇对其进行报复行动。被英国海军多次围剿之后，他以1敌2，迎战罗德尼号战列舰和乔治50号战列舰。最终在前往维修的途中，俾斯麦号被俯冲轰炸机袭击，最终倒在了英国战列舰的重重炮火之下。TOP 5，英国厌战号战列舰。它是英国历史上获得战功最多的战列舰。他曾经参加挪威战役和纳尔维克战役，击沉德国多艘驱逐舰并安全撤退。后来由在意大利战役中于26400码的距离击中意大利的凯撒号战列舰，被迫使其退出战斗。后来还带伤参加诺曼底登陆，最终于1947年被英国政府拆解。该舰全长196米，满载排水量33000吨，最大航速为25节。它的主要武器是4座双联装381毫米主炮和12座单装152毫米副炮，其整体造价高达74亿美元。在其服役30年期间，参加过无数次行动，在2战期间更是一直法西斯战斗到最后，直至取得胜利，可以说是英国皇家海军最负盛名的传奇战列舰之一。TOP 4，密苏里号战列舰。它曾参加过2战、朝鲜战争等多次战争，并且全身而退，标志着2战结束的日本投降仪式也是在该舰的甲板上举行的。密苏里号也因此闻名于世。而这艘战列舰也是历史上航速最高、主动机率最大的战列舰。该舰长270米，满载排水量57256吨，最大航速33节。在武器装备方面，主炮采用了3座轻量化的 Mk7 型406毫米50倍口径主炮，并且该舰还特别加强了防护能力，其装甲防御力足以承受1吨半重穿甲炮弹的袭击。可以说，密苏里号在当时的水平属于装甲最厚的水面战舰。哪怕是被一架零式战斗机击中甲板，该舰也仅只是受到轻伤。在对日军的作战中，密苏里号击落多架日军战机和1艘日军潜艇，并炮击日本水产和工业区，对日本士气造成重大打击。最终该舰于1992年正式退役，它也是美军最后一艘退役的战列舰。TOP 3，伊阿华号战列舰。它是美军在2战期间吨位最大的战列舰，也是世界上舰体最长的战列舰。它舰长270米，满载排水量56270吨，最高航速33节。在该舰设计之初，为了通过巴拿马运河的船闸，便于在太平洋和大西洋之间快速调动，该舰只能限制其船体最大宽度。虽然这一点有利于提高航速，但却对适应航行和炮弹命中率有着不小影响。该舰装有3座3联装406毫米主炮，它的整体防护水平在南科他级的标准上有所加强。
服役后的伊阿华号一直在为海军的航母特混舰队护航，期间击落66架日军战机，撞沉一艘被重创的日军潜艇。最终，伊阿华号在弗吉尼亚州诺福克军港举行退役仪式，成为了美国本土西海岸首艘浮动博物馆。Top 2，武藏号战列舰，它是二战期间日本海军建造的大和级战列舰的2号舰，也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战列舰之一。它也代表了当时日本的最高制造水平。该舰有着72000吨的满载排水量，它3座3连装460毫米舰炮更是足以击穿所有装甲，哪怕是被一枚美军的鱼雷命中。这对武藏号的体量而言，也就等于擦破点皮。它的外观和性能几乎和大和号一模一样，其主要区别在船前两侧的高射炮配置和数量不同。不过，相较于出场即巅峰的比斯曼号，武藏号和大和号一出门就发现时代变了。天下无敌的武藏号猛然发现自己的敌人如军都来自天上，大海俨然已经成为航母的天下。在莱特湾海战中，武藏号这艘钢铁巨兽引起了所有美军的注意，24架美军战机率先发动进攻，其投下的炸弹直接造成武藏号主炮方向盘卡死。10几分钟后，美军又派出45架战机，导致其舰体进水而脱离了编队。在他落单后，美军更是派出了大量战机对其进行狂轰滥炸，最终武藏号身中19枚鱼雷和17航空炸弹，在夜空下沉没。Top 1，大和号战列舰，它是日本打造的最强战列舰。建造这艘战列舰，日本可谓是倾全国之力，耗资1500亿日元，号称永不沉没的海上巨兽。该舰也是日本海军的精神支柱和王牌战列舰，它的满载排水量达72809吨，舰长263米，最高航速为27.46节。该舰装备有3座3连装94式45倍镜460毫米口径舰炮，以及各种副炮和对空机关枪，全舰覆盖大量装甲，舰身的重要部位都能经受460毫米大炮的轰击。如果不看其发挥的作用的话，该舰是一款性能十分强大的海上巨兽。由于日军指挥官打算将其用到与美军的大决战，因此该舰的战绩极少。等到它真正被派上战场时，对手却变成了美军的航母以及数不清的轰炸机和鱼雷机。在这次战役中，美军总共出动了数百架战机进攻大和号，而且有了对付武藏号的经验，美军打起大和号显得格外的顺利。再加上当时海面天气较差，局限的视野让大和号很难发现敌方战机，只能被动挨打。在足足承受了30枚鱼雷后，大和号再也无法支撑，在一片火光中沉入了海底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各位老铁对这些武器都有什么看法呢？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。对本频道感兴趣的朋友们，请点击下方的订阅按钮。我们下期再见。